想不想每天早上喝咖啡既提神又养生？想不想让一杯小小的咖啡替您护肝、抗发炎，甚至预防癌症和失智症？但是请注意，如果喝错方法，或者和不该碰的东西一起喝，咖啡不但没有好处，还可能让癌细胞有机可乘。今天这支影片，我要揭开咖啡健康秘密，告诉大家喝咖啡的5大益处，以及喝咖啡绝对不能碰的2大地雷是什么。同时，我们也会公开咖啡加上一样天然宝物就能护肝抗发炎的妙招。最后还有名医传授的5招正确喝咖啡的方法，让您享受美味的同时，把健康悄悄升级。在进入主题之前，如果您关心自己和家人的健康，请先订阅我们的频道并开启通知铃铛，这样就不会错过更多实用的健康知识。这里我们专门分享许多主流媒体没有告诉您的健康真相。如果您觉得我们的内容对您有帮助，请在留言区打上1，这会给我们持续创作最大的支持。也欢迎分享您的喝咖啡经验与心得。好了，赶快开始我们的咖啡健康之旅吧。首先，我们来看看咖啡带给健康的5大功效。许多人每天离不开咖啡，除了提神，您知道吗？正确饮用咖啡其实有许多意想不到的好处。第1大功效，提升精神与心情，增进脑力表现。咖啡最为人熟知的就是提神效果。清晨来一杯热咖啡，浓浓的香气配上咖啡因的魔力，可以赶走瞌睡虫，让脑袋瞬间清醒。咖啡因会阻断让我们想睡觉的脑中化学物质，提升专注力和反应速度。我们在困倦时喝杯咖啡，常常会觉得思路变敏捷，工作效率提高。不仅如此，咖啡还能让心情变好。研究发现，适量喝咖啡的人忧郁症风险较低，因为咖啡因能促进多巴胺等脑内快乐物质的分泌，让我们感到愉悦。因此，那杯每天早上的咖啡不仅唤醒了身体，也点亮了您的心情。第2大功效，保护肝脏，预防重大疾病。咖啡对肝脏的好处可以说出乎很多人意料。许多研究指出，每天适量喝咖啡的人，罹患肝癌的风险明显降低，连大肠癌发生率也比不喝咖啡的人低了约1/4到1/3。咖啡里的抗氧化成分绿原酸是关键，它可以减少肝脏发炎和纤维化，帮助肝细胞维持健康。此外，咖啡还有助于预防脂肪肝，让您的肝功能更稳定。对于更年期后的女性，喝咖啡甚至被发现可以降低某些乳癌的风险。换句话说，咖啡仿佛是肝脏和细胞的守护骑士，每天1到2杯适量的黑咖啡，默默地为您抵挡癌症等重大疾病的入侵。第3大功效，保持大脑年轻，远离失智症。很多人担心年纪大了记忆力衰退，失智症找上门，咖啡或许是大脑的隐形保健品。有国外研究发现，每天喝2到3杯黑咖啡的人，大脑中与阿兹海默症相关的贝塔类淀粉蛋白沉积明显较少，这意味着他们罹患失智症的几率大幅降低。为什么咖啡有这种魔力？秘密就在于咖啡富含的绿原酸等强力抗氧化物质，可以清除大脑中的自由基，减少神经发炎，阻止有害蛋白质的堆积。不止如此，咖啡因本身也能提高警觉，促进短期记忆表现。长期下来，常喝咖啡的人罹患帕金森氏症的风险也较低。一杯咖啡就像给您的大脑做了一场 SPA， 让脑细胞活力充沛，思维敏捷，老得更慢。第4大功效，促进代谢，控制体重，还增强体能。想减重的人千万不要错过黑咖啡这个天然辅助神器。咖啡因可以促进脂肪分解，让脂肪细胞释放脂肪酸供身体当燃料。这代表什么呢？如果您在运动前半小时喝一杯黑咖啡，运动时身体会更容易燃烧脂肪，您可能感觉精力更充沛，运动表现更好。有些健身爱好者就把黑咖啡当作天然的健身饮料，帮助增加肌肉耐力。咖啡还能稍微提高新陈代谢率，让您平常多消耗一点热量，长期下来有助于体重管理。而且有研究显示，常喝咖啡的人罹患第2型糖尿病的风险较低，因为咖啡成分有助于改善胰岛素敏感性，稳定血糖。当然，前提是喝不加糖的咖啡哦。综合来说，
适量的黑咖啡就像一把温和的加速器，帮助我们燃烧脂肪，控制血糖，增强体能，让身材和活力更加再现。第5大功效，满满抗氧化、抗发炎、抗老化。您可能不知道，其实咖啡是很多人抗氧化物质的主要来源。咖啡豆里有各种多酚类抗氧化物，其中的绿原酸和酚类化合物能中和体内的自由基，这些自由基正是让我们身体生锈老化的元凶之一。通过喝咖啡，我们等于喝进去了天然的抗氧化保养品，帮助对抗发炎反应，减少细胞受损。这对全身都有好处，包括心血管、皮肤、大脑等多个器官。因此，研究也发现，适度喝咖啡的人整体死亡率较低，平均寿命可能更长。有人甚至昵称黑咖啡是长寿饮料，当然这是指不加糖奶的纯咖啡啦。此外，咖啡中的抗氧化物还能帮助抗发炎，降低坏胆固醇氧化，对心血管健康加分。所以爱美爱健康的您，每天来点咖啡，等于在替您的细胞做保养，让青春驻颜，老化慢些到来。看到这里，您可能想说，咖啡好处这么多，那我是不是可以狂喝猛喝？且慢，再好的东西，如果喝错方法，一样可能变成伤身的地雷。现在我们就来说说喝咖啡的隐藏地雷和副作用，尤其有2样东西千万别和咖啡一起碰，否则再多的好处也被抵消，甚至可能引来大麻烦。首先，最大的第1大地雷就是抽烟。有些人喜欢一手香烟一手咖啡，觉得惬意提神，然而这种组合对健康的杀伤力极大。研究显示，同时有抽烟又喝咖啡习惯的人，罹患食道癌的风险是不抽烟不喝咖啡者的4到5倍。为什么会这么可怕？原来咖啡因会加速尼古丁在体内的代谢，等于变相促使抽烟者更快产生烟瘾，抽更多烟。而香烟中的致癌物又直接刺激食道黏膜，再配上热咖啡的高温刺激，双管齐下，让食道细胞受伤机会大增，癌变风险直线上升。不仅食道癌，长期烟加咖啡的人，口腔黏膜和胃黏膜也饱受刺激，更容易出问题。所以千万记住，咖啡配烟，癌症风险翻几番。为了您的喉咙和肺，更为了家人的担心，请远离咖啡加香烟这个死亡组合。第2大咖啡禁忌就是酒精。很多人聚会喝酒后，习惯来杯咖啡提神醒酒，或是有些人爱喝带酒的咖啡饮料，比如爱尔兰咖啡。但其实咖啡和酒也是绝配的坏组合。首先，酒后喝咖啡，您感觉清醒了，其实酒精仍在体内，咖啡因只是掩盖了醉意，可能让人误以为不醉，而酒后开车增加意外风险。再从肝脏角度看，咖啡遇上酒会让肝脏的解毒负担加重。名医提醒，酒精需要肝脏代谢，咖啡里的咖啡因等也要肝脏处理。当2者同时出现时，肝脏中的解毒酶反而被干扰，工作变慢，结果就是酒精在体内停留时间变长，毒性加大，长期下来更容易导致脂肪肝，甚至增加肝癌风险。有研究指出，一次大量摄取咖啡因再加酒精，对心脏也不好，可能引发心律不整等问题。所以千万别做咖啡加啤酒、红酒配拿铁这类尝试，看似时髦，实则对肝脏与心脏来说是双重打击。酒该喝时喝，咖啡该喝时喝，两者请分开进行，才不会让您的身体吃不消。除了烟含酒这2项最严重的地雷之外，还有一些东西也不建议和咖啡一起摄取，我们一并来了解，避免中招。避免和保健食品同时。早上很多人喜欢一边喝咖啡，一边吞维他命或保健药丸，您是不是也这样呢？其实这样做等于白吃，因为咖啡会利尿，加速新陈代谢，维生素 B 群等水溶性营养很快就被代谢排出，身体还没吸收多少就跟着尿液跑光了。尤其咖啡因会促进维生素 B1、B2 等代谢，您吃的综合维他命保健品在咖啡的催促下事倍功半。因此服用保健品时，最好喝咖啡间隔至少1小时，让营养先吸收，再悠哉喝咖啡提神，两者兼得。避免和高铁质食物同时。如果早餐有吃富含铁质的食物，例如红肉、猪肝、深色蔬菜等，
建议不要立刻就配咖啡。咖啡中的多酚会抑制铁质吸收，尤其非血基质铁的吸收率会大幅降低，对缺铁性贫血的人来说更是雪上加霜。您可能早餐吃了补铁的食物，却因为马上喝了咖啡，让铁几乎没被吸收，因此铁质食物和咖啡请错开。如果早餐有肉类、深绿蔬菜，您不妨等饭后1小时再喝咖啡。另外一个小撇步是，同餐搭配富含维生素 C 的水果或食物，有助铁吸收，而咖啡就留到稍后，两全其美，避免喝隔夜或放太久的咖啡。有些人泡了一大壶咖啡放办公室，喝不完下午接着喝，甚至隔天继续热来喝，这其实不好。咖啡放久了，芳香物质和抗氧化成分会流失，风味变差不说，健康益处也降低。如果放在室温太久，还可能滋生细菌，而您不自知。最好的情况是每次现煮现冲，喝新鲜的咖啡。如果真的喝不完，建议密封冰存，并尽快于隔天喝完，不要超过1天。千万别喝已经放到酸掉或发霉的咖啡，那对肝肾是一种毒素累积。另外，有些朋友会把早上喝剩的咖啡反复加热喝完，这其实也不理想，因为反复加热也会破坏咖啡的有益物质，并产生不好的风味。所以咖啡贵精不贵多，宁可少量多次冲煮，确保每一口都是新鲜又安全的，避免咖啡叠咖啡因。咖啡本身就含有咖啡因提神，如果您同时在摄取其他含咖啡因的食物或饮品，就容易超量，让心跳飙快，血压上升，手抖心悸找上门。常见的包括巧克力、可乐、浓茶、能量饮料等。举例来说，有些人爱吃巧克力蛋糕配咖啡，或是一边喝咖啡一边喝可乐提神，结果发现心慌慌、坐立不安，那就是咖啡因爆表的信号。特别是对咖啡因敏感的人，更要注意一次只摄取一种含咖啡因的东西，咖啡已经很提神，就别再加上浓茶或功能饮料了。如果真的想配点什么，一小块坚果或高纤饼干会比巧克力甜点来得安全，不仅避免咖啡因累积过量，也能防止血糖飙升。除了饮食搭配的禁忌，喝咖啡本身也有一些注意事项。首先是咖啡温度，大家喝咖啡喜欢趁热喝，但要小心别烫伤食道。超过65度的高温热饮已被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列为可能致癌物。长期喝滚烫的咖啡、茶会伤害食道黏膜，增加食道癌风险。所以冲好咖啡后不要急着入口，稍微放温1-2分钟，等不那么烫再喝，对喉咙食道比较好。再来，空腹喝浓咖啡也不是好主意。早上刚起床时，胃酸分泌本来就比较多，这时若空着肚子灌黑咖啡，容易刺激胃黏膜，造成胃痛或胃食道逆流。建议您先吃点早餐垫胃，或选择加一点牛奶、豆浆中和的咖啡，减少对胃的刺激。另外，有几种体质和状况的人喝咖啡要特别当心。如果您本身对咖啡因特别敏感，喝少少就心悸失眠，那可能是天生代谢咖啡因能力较弱，这类人就不适合喝太多咖啡，甚至最好避免。还有甲状腺机能亢进的患者，本来心跳就快，容易手抖，再碰咖啡会雪上加霜。严重骨质疏松的人也要节制，因为咖啡因会轻微增加钙质流失。如果钙摄取不足，又爱狂饮咖啡，对骨头不好。胃溃疡、胃食道逆流的人，咖啡因和酸性会刺激胃酸分泌，可能让症状恶化。这类人喝咖啡得特别留意分量，或改喝低因咖啡减少刺激。青光眼患者也被提醒少喝咖啡，因为咖啡因会让眼压上升，短时间内更高。还有自律神经失调、容易失眠、焦虑的人，咖啡因恐让症状更明显。最后，小孩和青少年正值成长发育期，未满18岁不建议规律喝咖啡，不但影响睡眠，咖啡因对脑部发育也可能有干扰。所以以上这些族群如果想喝咖啡，建议选择低咖啡因或无咖啡因版本，并且务必严格控制量，一天顶多半杯，1杯为限，而且最好先咨询医师意见，确保安全再享用。听完咖啡的优点和地雷，您是不是想问，到底该怎么喝咖啡才能避开风险，又发挥保健效果？别急，现在就送上名医力推的正确喝咖啡5大招。
让您喝对每一口咖啡，才能真正成为健康好朋友。第一招，选择纯咖啡，尽量不加糖和奶精。想让咖啡喝了健康，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喝对的咖啡。很多人喝咖啡离不开3合1、鲜奶油球、各种糖浆，但这些添加物其实才是让咖啡变不健康的元凶。3合1即溶咖啡包里头大量的糖和奶精，热量高又含反式脂肪，喝多了心血管疾病风险增高。刚才提到的咖啡防心脏血管好处也被抵消。正确的做法是以黑咖啡为首选，也就是不加糖、不加奶精的咖啡。如果一开始觉得黑咖啡太苦，不妨加一点点鲜奶或无糖豆浆调和。豆浆是植物蛋白的优质来源，搭配咖啡不仅增加香浓顺口度，还提供蛋白质和部分钙质，比奶精健康太多。慢慢的，您会发现减少糖和奶精后，能品尝到咖啡本身香醇的风味，而且喝完身体没有负担，没有腻感。很多医师自己也都是喝黑咖啡，他们常说咖啡要健康，记住一句话，黑咖啡才是王道。当然，如果您真的难以一下子戒掉甜味，可以逐步减糖，例如以前加2匙糖，先减为1匙，让味蕾适应。相信过不了多久，您也能爱上原味咖啡的纯粹滋味。一旦习惯了，回头再尝含糖奶咖啡，反而会觉得过甜不顺口呢。总之，咖啡加了太多料就走样，想喝出健康，就从减糖减人工奶精开始吧。第二招，选对咖啡豆，浅烘焙更健康。您可曾注意过自己的咖啡豆烘焙程度？一般分浅焙、中焙、深焙，而浅焙咖啡豆通常保留了最多的营养。理由是，烘焙过程其实会破坏部分咖啡豆中的抗氧化物和活性物质。烘焙时间越长，温度越高，咖啡豆颜色越深，流失的营养也越多。此外，深度烘焙还会产生丙烯酰胺等有害物质，这是一种在高温烘烤淀粉时产生的副产物，被视为可能致癌物。所以，如果您注重健康，购买咖啡豆时可以优先选择浅烘焙或中浅烘焙的豆子。这种豆子颜色比较浅，咖啡因和多酚含量相对较高，冲出的咖啡酸香明亮。虽然风味上浅焙咖啡可能没有深焙那样厚重焦香，但为了健康值得一试。而且浅焙咖啡的绿原酸等抗氧化物保留最多，这正是咖啡抗发炎护肝的功臣之一呢。除了烘焙度，咖啡豆的新鲜和干净度也很重要。买回咖啡豆请密封保存于阴凉干燥处，避免受潮发霉。在潮湿环境下，咖啡豆若发霉可能滋生黄曲毒素等，喝下肚对肝不好，所以咖啡豆宁可少量多次购买，保证新鲜无霉菌。总之，好咖啡要从好豆子开始，把关品质和烘焙程度，才能喝得安心又健康。第三招，掌握黄金时间，别一大早空腹就喝。喝咖啡的时机其实大有学问。很多人早上睁开眼第一件事就是煮咖啡，但名医建议起床后先不要立刻饮用咖啡，最好等30分钟到1小时左右再喝。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刚起床时，身体会自然释放皮质醇和肾上腺素等荷尔蒙来唤醒身体。如果这时候马上摄取咖啡因，可能会让体内兴奋物质过多，反而容易感到焦躁，或是几个小时后突然疲倦。相反地，起床后先喝一杯温开水，活动活动，等身体的自然提神机制发挥后，再通过咖啡锦上添花，提神效果会更持久，而且比较不会干扰生理时钟。同时，避免空腹喝的原因，如刚刚提到，是为了保护肠胃。您可以在吃过早餐主食后，再慢慢啜饮咖啡，既不伤胃，又能享受早餐时光。除了早上的黄金1小时，下午喝咖啡也要掌握截止时间。咖啡因在体内的半衰期约5到6小时，也就是说，喝下去6小时后，大约还有一半的咖啡因停留在体内。如果您下午3点、4点甚至晚上还在喝咖啡，那么临睡前体内可能还有不少咖啡因在作祟，使您难以入眠。因此，建议中午过后就尽量不要再喝含咖啡因的饮料了。特别是有睡眠困扰的人，更要提前紧缩咖啡时间。有些健康专家，像无毒教母谭敦慈女士也分享过，她自己中午过后就绝不碰咖啡，
以免影响晚上的睡眠品质。好的睡眠与咖啡提神并不冲突，只要我们选对时间喝，在需要提神的上午享用咖啡，下午改喝水或花草茶放松，就能两全其美。第4招，控制分量，适可而止，不过量。强调了很多次的适量2字，这里再详细说说究竟多少算适量。一般来说，健康成人每天摄取200到300毫克的咖啡因较为安全，约等于2到3杯中等大小的黑咖啡，以每杯240毫升计算。换言之，每天1杯到2杯是比较理想的范围，最多不超过3杯。这个量在各项研究中也显示与多种健康益处相关联，比如降低慢性病风险。但是超过这个量呢，相信很多老咖啡族都有体验，咖啡喝太多会怎样？可能出现心悸、手抖、焦虑不安，注意力反而难集中，甚至越喝越累。因为过多咖啡因会使肾上腺素分泌混乱，反而感到疲倦。长期大量摄取咖啡因还会影响钙质吸收，造成骨密度下降的隐患。还有些人每天5、6杯咖啡当水喝，结果晚上完全睡不着，生物钟紊乱，这对健康是适得其反的。别忘了，咖啡因也是一种成瘾性物质，过量长期摄取会让身体产生依赖和耐受，可能从2杯提神变成后来非得4杯才有效，而且一旦少喝还会头痛、疲倦，这些都是咖啡因戒断的症状，所以千万别迷信，好东西喝越多越好，每天适可而止就好。如果发现自己最近睡不好，心情烦躁，不妨检视一下是不是咖啡超量了，适当减量或暂停，让身体休息几天再恢复。另外，怀孕的妇女对咖啡因代谢更慢，建议孕期最好戒咖啡或尽量减量，以防胎儿受到影响。总之，一天2杯咖啡左右，既能满足口腹之欲和提神需求，又不会过犹不及，是绝大多数人都适用的安全剂量范围。记住这句话，再好的东西都要掌握分寸，细水长流，才能长长久久，有益健康。第5招，善用咖啡搭档，加一味提升保健力。前面我们提到有一样宝物，加到咖啡里面可以护肝抗发炎，现在终于要揭晓答案，它就是肉桂。没错，在您热腾腾的黑咖啡里撒上一小撮肉桂粉，不仅增加一股温润香气，对健康还有加分效果。肉桂被誉为香料之王，含有丰富的多酚类抗氧化物，具有强大的抗氧化和抗发炎作用。研究显示，肉桂有助于稳定血糖，提高胰岛素敏感性，对预防第2型糖尿病很有益处。而在中医的观点，肉桂温补，可促进血液循环，暖胃驱寒，所以体质偏寒、手脚易凉的人用肉桂咖啡特别适合。当咖啡遇上肉桂，可说是珠联璧合。咖啡提供提神抗氧化，肉桂提供降糖抗发炎，两者结合成为一杯风味独特的肉桂咖啡，对肝脏、心血管都友善。有传言说，每天1杯肉桂黑咖啡可以降低肝硬化风险，虽然细节仍需更多科学验证，但肉桂和咖啡各自对肝脏的好处都已具一定研究基础，不妨将它们结合，获取双倍益处。做法非常简单，冲好1杯黑咖啡后，加入约1/4小匙的肉桂粉，搅拌均匀即可。建议一开始少量尝试，肉桂味道较辛香，少一点就够。除了肉桂之外，您也可以尝试黑咖啡加纯可可粉的组合。可可富含黄酮类抗氧化物质，能保护心脏，降低发炎，改善血液循环。不少注重养生的人士就爱喝黑加黑，纯黑咖啡加100%，纯可可粉或一小块高浓度黑巧克力，不加糖奶，喝起来带淡淡巧克力苦香。这种喝法被发现可进一步降低心血管疾病风险，并有助降血糖、降胆固醇。如果再加上刚提到的肉桂粉，降血脂效果更棒，整杯咖啡的香气层次也更丰富。一杯咖啡同时融合咖啡豆、可可豆和肉桂皮的精华，想想就满足。当然，额外添加的这些辅料也要适量就好。肉桂一天别超过小半匙，避免摄入过多香豆素。可可粉也要选择无糖纯粉，每杯放1小时即可。不加糖，不加人工奶精，改用这些天然食材为咖啡增添风味和营养。
保证让您既享口福，又得健康。下次不妨试试看，也许您会爱上这种健康咖啡的新喝法。说到这里，相信大家对咖啡如何健康饮用有了整体认识。不过，我们最后再来解答2个常见问题，巩固一下观念。问题1：咖啡可以天天喝吗？对大多数健康成年人而言，天天喝适量咖啡不仅没问题，还有不少益处。很多研究指出，持之以恒的每日2杯左右咖啡习惯与较低的慢性疾病风险相关。重点是持之以恒且适量。如果您每天固定喝1到2杯黑咖啡，身体其实会渐渐适应，不仅提神效果稳定发挥，咖啡带来的抗氧化保护也在日积月累地下功夫。反而是3天打鱼2天晒网或周末猛灌特灌，这种不规律的饮用方式容易让身体不知所措。当然，每天喝也要留意，别成瘾变依赖。偶尔您可以试试减少半杯，观察自己是否有过度依赖咖啡因的迹象。如果发现停喝1天头痛、疲倦，那表示您的咖啡因成瘾反应在提醒您该减量一点点了。还有一点很重要，特定情况下每天咖啡就不适合，比如刚刚提到的孕妇、失眠者、心律不整患者、肠胃溃疡严重者等，这些族群应该遵照医生指示，也许需要暂停或限制每天咖啡摄取。此外，如果您有服用某些药物也要注意，虽然咖啡和药物交互作用不算多见，但一些镇静安眠药、抗焦虑药物会和咖啡因打架，以及某些抗生素、气喘药会延长咖啡因在体内作用时间等等。所以服药期间询问医师或药师咖啡能不能喝是稳妥的做法。但总的来说，对一般人而言，天天1杯小咖啡是相当安全且不错的习惯。您可以把咖啡当作每日仪式，愉悦身心又保养健康。问题2：每天喝多少咖啡才适宜？我们前面其实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再帮大家总结一下。健康成人一天建议的咖啡因摄取量上限约400毫克，但最好落在300毫克以内。换算成一般咖啡，大约是2到3杯中杯咖啡。如果您喝的是单品手冲或美式咖啡，通常1杯240毫升，含咖啡因约130毫克咖啡因。因此，每天2杯手冲或美式，或是几杯小杯拿铁，都在合理范围。不要一口气灌超大杯，特浓的就好。有的人不确定自己能耐受多少，可以自我观察。当天咖啡饮用量一多，是否出现心悸、烦躁或睡不着？如果有，代表您的身体在抗议超量了，第2天就应该减少。反之，如果每天2杯下肚，仍然该睡就睡，该吃就吃，精神集中又无不适，那表示您的饮用量是 OK 的，身体会诚实反映适不适合的，多倾听自己的感觉就对了。另外要提醒，青少年与儿童不适合按成人量喝咖啡。青少年正发育，建议咖啡因日摄取不超过100毫克，最好用牛奶、运动或充分睡眠来替代提神。12岁以下儿童则不建议喝咖啡或浓茶。老年人因代谢变慢，建议咖啡因摄取上限也比年轻人低一点，一天1到2杯小杯咖啡为宜，而且最好在白天喝，避免影响晚上睡眠。只要掌握这些原则，每天的咖啡您大可放心享用。适量的咖啡不仅无害，更是长期呵护健康的小帮手呢。最后，特别为银发族朋友和咖啡新手们总结安全喝咖啡的5点小叮咛。1、咖啡不要烫着喝，浓度因人而异。年纪大的朋友或平常很少喝咖啡的人，第一次喝千万别贸然喝很浓又很烫的黑咖啡，记得先放温，别让食道和胃被烫伤。如果觉得太浓引起不适，可以适当加热水，把咖啡稀释一点再喝。同样一杯咖啡粉可以冲出美式那样淡淡一大杯，也可以煮出浓缩那样厚厚一小杯。新手和长辈们可以选择浓度低一点的，从淡开始。喝咖啡不比拼刺激，要的是健康提神的效果。2、从少量开始，让身体逐渐适应。假如你以前不常喝咖啡，刚开始建议1天半杯或1小杯试试水温，观察自己喝完的感觉，有没有心跳变快，会不会睡不着，胃会不会不舒服。如果一切 OK， 隔天再慢慢增量到1杯的量，千万不要一上来就跟着年轻人1日3杯，那样身体会吓一跳，容易出现不良反应。循序渐进，找到适合自己的咖啡分量，
才是聪明之道。3. 身体是警讯灯，不舒服就减量停喝。每个人体质不同，喝咖啡后的反应也不同，一定要学会观察自己的身体信号。如果喝了咖啡出现强烈的胃酸、胃痛，代表您的胃可能受刺激了，下一次可以改成餐后喝或加点奶。若是感到手颤、心悸、焦虑不安，那就是咖啡因过量或您对咖啡因太敏感，立刻减量甚至停喝几天，等症状缓解再评估是否继续喝。睡不好的人一旦发现咖啡影响睡眠，更要马上调整，可能需要把下午那杯拿掉。总之，不逞强，不勉强，身体若亮红灯，千万别硬撑，健康永远比那一口咖啡重要。4. 细水长流胜过暴饮暴食。喝咖啡讲究长期适度，千万不要一下子猛灌。与其周末熬夜时才连灌5杯，平常却不喝，不如每天规律喝1-2杯。对身体而言，后者要平稳友善得多，因为我们的身体喜欢稳定的节奏，习惯了每天上午来点咖啡的小确幸，就能从容应对那点咖啡因。但如果平日不喝，突然狂喝，身体反而手足无措。所以养成固定的咖啡习惯比临时抱佛脚有效，也比较容易享受到咖啡的健康益处。当然，如果哪天实在需要多喝提神，例如长途开车，请量力而为，别忘了中间多喝白开水，适度休息，千万不可只靠咖啡硬撑。咖啡是辅助，不是万能。保持健康的生活作息和饮食，配合适量咖啡才是长久之道。5. 有疑问多咨询专业意见。最后提醒，有特殊健康状况的朋友，对于咖啡的饮用更要谨慎。如果您患有慢性疾病，例如高血压、心脏病、糖尿病等，或正在服用长期药物，建议先向您的医师或营养师请教，看咖啡是否会对您的情况产生影响。有些高血压患者可能医师会建议少碰刺激物，糖尿病患者要注意咖啡不要加糖等等。此外，65岁以上长者新开始喝咖啡，也可以和家庭医生讨论一下，确保安全。相信专业的建议会让您更安心的享用咖啡。记住，任何养生法都没有绝对标准，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多问一句医生，少一分风险，这是值得的。总而言之，咖啡喝对了就是宝，喝错了才是草。咖啡本身并不是坏东西，关键在于我们如何选择和饮用。希望今天分享的内容能帮助大家把这每天一杯的咖啡变成健康加油站，而不是健康地雷。从避开烟酒地雷，到善用肉桂加持，再到掌握正确时机和适量原则，您也可以安心做个优雅的咖啡爱好者，喝出精神，喝出健康。如果您觉得这支影片的资讯对您有帮助，请帮我们点个赞，并分享给身边同样爱咖啡的亲朋好友。也欢迎在留言区分享您平常都怎么喝咖啡，有没有什么私房健康喝法，让我们互相交流，一起成为聪明的咖啡同好。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支健康影片再见。祝大家都能享受咖啡，享受健康的人生。